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8月27日啊。咁咧今日講下雷鼎鳴教授嘅言論喎。雷鼎鳴教授咧原本係香港科技大學嘅教授啦，退休之後咧就轉任咗澳門科技大學，做一個所嘅所長。佢係出身於咧美國芝加哥大學嘅，芝加哥學派嚟嘅喎係。美國芝加哥大學咧，但係同佢最親近嘅咧就唔係費利文啊，或者係高斯。芝加哥大學咧係攞得最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學府嚟噶。佢同何炳棣係親近嘅喎。我以前寫過論文係專門研究何炳棣啦。何炳棣嚟香港嘅時候咧，之前都由阿雷鼎鳴去接待佢喎。雷鼎鳴同阿何炳棣咧，可能政治立場都會相近。何炳棣喺70年代咧就已經為文化大革命喺美國搖旗吶喊喺美國咧就宣揚文化大革命嘅優越性宣揚咧喺文革期間中國工業發展嘅厲害。後來都知道嗰啲資料全部係錯嘅，文革結束之後咧都馬上打臉嘅。但係無損到何炳棣咧嗰個對中國共產黨嗰個擁抱嘅。所以雷鼎鳴咧曾經咧喺香港咧，支付寶仲未開始流行方興未艾之際啊，就宣揚喺大陸咧嗰啲朋友叫雞啊都用支付寶啊。咁當年係可以嘅。我諗而家咧如果你真係揼斜骨啊，或者係叫雞之類嗰啲嘢咧，都未必咁受歡迎用支付寶或者微信支付，因為實名啊嘛。而家全部嘢都實名啊。加上而家國內咧嗰個財政吃緊啊，咁所以咧可能呢啲嘅轉帳咧，如果大額一啲嘅轉帳會查嘅喎，會睇下係咪有稅務嘅問題嘅喎。反而可能咧翻去現金交易咧就被查稅嘅機會率細啲，好似英國咁即係大部分嘅餐廳食肆都唔收現金啦，但係唐人街嘅鋪頭好似好中意收現金喎，因為即係可以逃稅啊嘛，啲人覺得所以就雷鼎鳴就以呢樣嘢出名啦。今日講佢咩咧？最近咧佢就接受電台嘅訪問，喺商業電台裏邊咧就有一個訪問啊。佢講咧本港應該多條路多條腿走路，港人應調整躺平心態。佢指咧香港而家啲人咧係躺平啦，懶惰咗咯。應該係要多條腿嘅，應該搞金融業以外仲要搞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發展高科技，翻大灣區發展高科技。即係香港發展高科技有冇咁嘅條件呢？正如紐約都發展唔到高科技啦。香港發展唔到高科技呢，係因為有土地問題。因為你發展高科技，你做個實驗，搞個實驗室，你都要好大嘅地方啦嘛。而且咧做高科技咧，仲要勞動力仲要全國嘅人才流動啊。香港係好難做到高科技嘅，因為全國嘅人才咧都唔可以自由地嚟香港，去深圳就得。譬如話你係新疆嘅師範大學畢業嘅，又可以去深圳；北京大學畢業又去深圳；黑龍江大學畢業嘅又可以去深圳；海歸嘅又可以去深圳。香港全部都要申請專才，所以就好難做高科技。金融就可以嘅以前佢話要搞一帶一路。面對住本港現時嘅困境，係世紀難題嚟嘅。話佢承認香港而家有困境啊，因為而家香港咧，佢話世紀難題。香港而家嘅困境，自從呢個嘅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啦，香港未試過經歷咁長時間嘅經濟低迷嘅。而家已經係4年啦。可能沙士嘅時候有一次啦。沙士前就由98年去到呢個沙士嗰陣時5年啦。但係而家就4年幾啦，會唔會長過沙士咧？6·7暴動嘅時期係幾個月嘅啫，個經濟低迷馬上係 V 型反彈。而家香港得唔得咧？佢認為係因為咩？因為香港咧係較發達嘅經濟體。所以咧就唔可以咧冇拼勁應該地獄式工作較發達嘅經濟體地獄式嘅工作，吸納人才，創造新產業。佢嘅建議就係香港咧就唔可以躺平，唔可以咁懶，要地獄式工作先可以度過現時嘅困境。所以報章咧明報都話啦，喂，港人唔好躺平地獄式工作，要對抗逆境。佢嘅建議就係要地獄式工作。佢喺新加坡咧，即係一個新加坡嘅聯合早報嘅訪問裏邊都提到啦。呢個嘅雷鼎鳴咧多條腿走路。佢話香港搶人才較新加坡落後新加坡制定人才好有規劃，尖子嘅學生喺中學時期咧已經有獎學金啦，要求出國讀書，若干年後都要翻去服務。我查一查啦，新加坡大學嘅校長咧全部新加坡籍喎，喺新加坡去海歸出去喎，就係佢所講嗰啲，就係由中學開始培訓，俾佢外國讀書，翻嚟咧為新加坡服務。香港唔係喎，香港嗰啲咧而家嗰啲大學校長咧都係大陸人啦，嗰啲海歸派嚟嘅。
有香港人，咁啊雙重國籍嘅啦，香港人嗰啲都係咁就唔係好似新加坡咁樣鼓勵人才出國，然後翻去培訓佢哋咧，就係為國服務喎。就香港似乎係少一啲嘢啦。咁佢嘅意見就咁樣，佢話咧係落後於新加坡。咁佢嘅結論就係香港人咧就懶躺平，競爭力低，香港要發達就要捱啦。簡單嚟講就係獅子山下精神啊！獅子山下，我老豆個年代都話啦，佢係做3份工啊嘛。朝頭早做一份工，晚上咧就做一份工，禮拜日又做一份工。我阿爸由細到大都咁教育我哋嘅喎，佢好自豪喎。如果唔係做3份工啊，點養到我哋3個小朋友啊？點養到父母啊？點養家活兒啊？仲有呢個嘅婆婆啊？咁嘅情況喎，要養好多人喎，一個人養6、7個人喎。佢哋要做3份工啊！獅子山下精神。喂，當年獅子山下精神啲人勤奮咧，係因為環境使然。嗰陣時係資源匱乏，係飯都冇得食，住劏房公屋咧仲係稀缺，所以咧就要獅子山下精神啦。你唔努力咧，你就會被社會淘汰，因為當時社會係冇福利、冇資源、冇綜援，乜都冇，公屋係啱啱開始起冇耐，咁所以獅子山下精神係一個時代背景嘅，係難民精神。因為難民咧，你唔努力落地生根融入去社會咧，又冇福利嘅話咧，你就會一係就餓死，一係咧就要翻返去你嘅原居地嗰度被鬥爭鬥死。咁所以香港當年嘅獅子山下精神其實就係難民精神。好似越南船民嚟到香港一樣好勤奮嘅喎。咁當然而家咧非洲啊或者係中東啊嗰啲難民去英國咧就冇咁勤奮啦，因為咧多社會福利啊嘛，佢哋唔努力躺平，可能咧比努力工作嗰個分別唔係好大。咁呢個就係另當別論。好，咁啊其實佢所講嘅嘢背後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歷史經濟學概念嚟嘅。呢個就叫做咩我都好詫異，佢作為一個經濟學嘅專家，竟然係搞唔清楚呢樣嘢。佢鼓勵人哋其實就係內卷咯，要透過內卷去對抗而家香港嘅經濟困境啊！香港係呢個嘅4-5年之後最嚴重嘅經濟困境就係呢個沙士前同埋今天啦，2次經濟困境，無論以前嘅70年代嘅股災，還是係80年代嘅中英談判，都冇今天咁嚴重喎。以前係 V 型反彈喎，而家 L 型發展咁點搞呢？咁其實佢所講嘅嘢就係咧。另外一個加州學派嘅學者，都係經濟史研究專家，就叫黃宗智所提出嚟嘅內卷化 （inflation） 呢個內卷化嘅定義係點呢？內卷化咧就係上個世紀80年代佢創造出嚟，分析中國小農經濟喺明清時期，尤其是清朝人口急增啊嘛，喺人多地少嘅情況下，出現勞動力投入越高而回報越低嘅情況。形成一個頑固嘅封閉系統。加州學派黃宗智教授都提到咧，中國近年咧內卷嘅現象，好似咧競爭越嚟越激烈啦，係咪啊？失業率越嚟越高，競爭梗係越嚟越激烈㗎啦，機會不斷咁流失啦。教育嘅領域裏邊咧，有教育嘅軍備競賽就係自細就要補習啦，然後就要不斷考入去名牌嘅大學咯。考完名牌大學仲要考公務員，考國企，咁就係咪內卷咯？就不斷咁投入付出。然後回報其實越嚟越低嘅，回報同你付出嘅成本咧係不相稱嘅。呢個就係中國嘅內卷化啦。中國嘅工人亦都係咁樣嘅喎，係咪啊？不斷加班啦，996啦，然後就係透過996去留住你份工作。35歲以後咧就轉唔到工啦。咁你消耗你嘅青春希望換嚟咧35歲以後咧就有好啲嘅生活啦，可以買房買車啦，可以娶老婆啦。結果而家咧房產暴跌。咁所以變成35歲以前咧就努力工作買房，35歲以後就要努力工作去還房貸咯。即使層樓爛咗尾都要還房貸。呢個就係中國嘅內卷現象。咁而呢種現象咧，雷鼎鳴教授咧就鼓勵香港人咧都要效法地獄式嘅工作儲錢，利用咧地獄式工作提升香港嘅 GDP， 然後就用地獄式嘅工作嘅態度咧去供樓，去養活香港嘅 MPF 股票等等等等嘅情況啦。呢個就係似乎黃宗智教授所講嘅清朝內卷化嘅情況啦，喺今天中國發生，喺雷鼎鳴口中香港應該都好快發生。當時咧中國嘅 GDP 係不斷增長嘅，但係中國人嘅人均生活質素係不斷下降，物價飛升，人工冇加，有超過100-200年嘅時間人工幾乎係冇加嘅。
咁個原因係咩呢？就係人口多咗咯，然後啲人咧越嚟越勤力啦，為咗要養活更多嘅屋企人就勤力啲咯，耕田勤力啲，耕完田之後咧仲要做份幫工要去做幫工都唔掂啦，咁啊做賊啦即係做山賊，咁所以就變成咗咧嗰個年代咧就內卷化，就越勤力，但係你越改善唔到生活，你越勤力只能夠糊口，就係雷鼎明所講嘅地獄式工作啦。咁你地獄式工作，你就會越識唔到男朋友女朋友，越地獄式工作，你結咗婚嘅你家庭嘅時間越嚟越少，教育仔女嘅時間越嚟越少，仔女嘅成長嘅質素越嚟越低，離婚率就越嚟越高咯。你越地獄式工作，陪伴父母嘅時間越嚟越少，老人嘅社交問題啊、精神問題啊、心理問題、健康問題越嚟越嚴重咯。所以你可以地獄式工作對抗經濟低迷，係今日樓價暴跌、股市暴跌啊嘛，你地獄式工作努力啲揾翻嚟咯，揾翻輸咗嗰啲出嚟係可以嘅，但係你會犧牲咗頭先我所講嘅嘢，犧牲咗生活質素，犧牲咗人生嘅意義，犧牲咗無數嘅嘢，係換嚟咩？要不斷努力多買一隻錶啫喎，咁可唔可以換嚟人生嘅美好呢？雷鼎明所以鼓勵嘅咧就係內卷。咁咩情況底下一個經濟學嘅專家會鼓勵你內卷啊？係冇辦法底下咯，即係冇其他出路咯。佢所講嘅嘢係唔 work 嘅。嗱，譬如話佢所講嘅高科技，頭先我講啦，高科技天然係唔夠深圳競爭。深圳咧係有土地、有實驗基地、有人才，全國嘅人才，甚至全球嘅人才都可以去深圳。香港嘅人才可以去深圳喎，深圳嘅人才、大陸嘅人才就唔可以隨意嚟香港。喺人才政策上咧係有個分別，孔雀計劃仲有就係你係全球優秀人才嘅，你落戶深圳佢會俾180萬你作為安家費喎。香港冇申請專才仲要自費申請嘅，所以經濟上咧冇辦法透過高科技去轉變。香港過去幾十年轉變唔到，以後亦都轉變唔到高科技。正如紐約市都唔得，紐約市寸金尺土啊，佢唔係好似美國矽谷咁大喎。冇辦法咁輕鬆地轉型到變成一個高科技重鎮，佢只能夠繼續做翻金融中心。好啦，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咧，而家就係日本嘅大行都出嚟唱淡咯，因為日本大行唱好咗呢個嘅香港經濟嘅，一直同西方對着幹嘅，而家都話我睇錯咗啦，香港同中國嘅經濟都係唔得噶啦。股市就係全球暴升，香港就係同大陸一樣，一支啊就獨秀，繼續係低位徘徊。咁佢叫你發展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嘅金融業，一帶一路嘅金融業係無底黑洞嚟喎。一帶一路嘅金融業咧，就係嗰啲即係債務纏身嘅國家，經濟本身就低迷嘅國家，佢哋咧要你去投資，但係佢哋嘅投資嘅回報係咪有咧？破產嘅機率有幾高咧？風險有幾高咧？係嘛？佢哋嘅破產唔係好似歐洲喎，唔係好似英國伯明翰破產冇爭任何人嘅錢嘅喎。佢破產就真係唔再增加新嘅開支，縮減以前嘅開支。佢唔會你爭佢錢咧，佢就係 write off 咗個冇喎。伯明翰破產即係冇啲咁嘅情況喎。你爭即係你係債仔嘅，佢哋仍然可以有機會攞到佢嘅錢喎。咁但係嗰啲一帶一路國家咧，佢破產，就算佢唔破產國家主席習近平咧，經常每1年半載就要點就要豁免佢哋嘅債務噶咯。咁所以香港做呢啲投資咧，又係唔得嘅。咁香港仲有咩出路呢？冇咗傳統嘅航運業優勢，冇咗傳統嘅金融業優勢，冇咗傳統嘅旅遊業優勢，冇咗傳統嘅房地產業4大經濟支柱優勢。咁香港仲剩下什麼呢？佢只能夠咧鼓勵你繼續努力。咁當然啦，我就話啲人話撤資，點解撤極都仲未有㗎？咁撤資係唔會一下撤資喎，除非去到戰爭邊緣嘅啫，否則唔會一下撤資，因為你大幅拋售咧，或者大幅撤離咧，你自己會損失嘅。所以撤資一定係分階段撤資，每年可能撤幾個 percent，一開始由減少投資到每年撤幾個 percent。咁所以香港仲剩下幾多時間可以俾你努力工作、地獄式嘅生活工作呢？雷鼎明就係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佢一定熟悉我所講黃宗智教授講嘅內卷化理論，但係佢仍然叫你內卷喎。咁即係佢好明顯對香港嘅態度係轉變咗，同以前咧講到香港咧係天上有地下無，唔怕西方，同聯繫匯率要脫歐。以前佢講呢啲咁嘅説話嘅時期，支付寶叫雞，而家係改變咗立場啦。香港唔夠新加坡競爭啦，香港要發展高科技，要發展一帶一路。香港人咧唔可以輕鬆啦。香港人要有拼勁嘅精神，香港人要地獄式工作，即係要走內卷化。
中國歷史上走親內卷化嘅朝代咧，最終都係冇好下場喎。清朝走內卷化，人口越嚟越多，經濟越嚟越差，啲人嘅生活咧越嚟越低質素，但係咧 GDP 越嚟越高啊，當時叫 GMP 嘅，咁啊結果導致到太平天國爆發，以千萬計嘅人口損失，正就係因為咁啦。咁雷鼎明似乎都睇到啊，咁我今日導讀到佢嘅睇法，所以咧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從佢嘅言論裏邊咧，我哋睇到佢嘅態度其實有一個明顯嘅轉變。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希望大家支持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15蚊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翻以前嘅課堂啦，同埋獨家嘅資料啦。$5咧就有基本嘅內容嘅。咁最緊要嘅就係咧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 添。9月會恢復課堂。今日講到呢度，拜拜。